这是一份来自公元3026年的文明修复档案。你以为那个时代的和平是真实的？不是。在过去的70年里，人类至少有5次差点按下那个按钮。每一次让世界活下来的只是一个人的判断，或者一个没有断开的开关。你一直生活在那个运气里，你知道吗？21世纪初，人类至少有5次差点按下毁灭按钮，每一次都是某个具体的人做了一个不被允许的决定，世界才幸存下来。我们在整理这一时期的档案时，遭遇了一个让我们长期困惑的悖论。这个物种显然有能力建造让自己灭绝的工具，他们也确实建造了，但他们活了下来。为什么？在20世纪中叶，2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开始了一场军备竞赛，双方都在制造核武器，都在积累数量，都在研发更大的当量。到1986年，全球核弹头总数达到了约7万枚。7万枚，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理解这个数字的含义。地球上当时有大约50亿人，这意味着大约每71000个人就对应一枚足以摧毁一座城市的武器。这套系统有一个名字，叫做互相确保毁灭，缩写 MAD。 逻辑如下：如果你攻击我，我会在被消灭之前把你也消灭。所以我们谁都不会先动手，因为先动手的人也会死。这就是和平。我们分析了这套逻辑很久，它在理论上成立，但它假设了所有决策者都是理性的，所有信息都是准确的，所有系统都不会出故障。我们在档案中发现，这3个假设每一个都曾被现实打破过。1962年10月，古巴导弹危机期间，美国海军正在追踪一艘苏联潜艇，潜艇编号 B-59， 舰上携带了1枚核鱼雷。美方驱逐舰投下了深水炸弹，意图逼迫潜艇浮出水面。在潜艇内部，通讯已中断数日。艇长萨维茨基和政委马斯列尼科夫认为战争已经爆发。按照规程，发射核鱼雷需要3名高级军官全部同意，2人投票赞成发射，第3个人是舰队司令瓦西里·阿尔西波夫，他投票反对。他一个人的否决使发射无法进行，他就是那一票。那一票是1962年的人类没有在加勒比海开始核战争。1983年9月26日，苏联的欧寇预警卫星系统探测到异常信号，5枚美国洲际弹道导弹正在飞来。系统显示导弹来袭，确信度最高级。值班军官斯坦尼斯拉夫·彼得罗夫按照规程应当立即上报上级，触发反击程序。他没有上报，他判断这是误报，理由是真正的核打击不会只发射5枚导弹。如果美国要发动第1击，他们会倾尽全力。5枚在他看来是不合逻辑的，他的判断是正确的。系统报警是太阳光反射云层造成的误判，但在那23分钟里，只有彼得罗夫一个人知道这件事。如果他按了那个按钮，或者那天换了一个更守规程的人，苏联可能会向美国发射核武器，而美国会予以反击。1995年1月25日，挪威发射了1枚科学探测火箭，研究北极光。俄罗斯雷达探测到它，将其误判为1枚从美国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。俄方启动了核应急程序，总统叶利钦收到了核手提箱。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有记录的核手提箱被激活用于潜在打击。叶利钦面前摆着选项，他有几分钟的时间决定是否下令反击。几分钟后，俄方追踪到火箭的飞行轨迹，确认它偏离了俄罗斯领土，手提箱被关闭，危机解除。但在那几分钟里，世界离核战争的距离是叶利钦的一个决定。1961年1月24日，美国一架 B-52轰炸机在北卡罗来纳州上空解体，机上搭载2枚马克39氢弹，在空中散落。
每枚的当量是广岛原子弹的260倍，其中一枚坠落后引爆序列几乎走完。事后调查显示，那枚炸弹的6重保险装置中有5重已经触发，只剩最后一道，一个低电压开关完好无损。那个开关阻止了一枚260倍广岛当量的氢弹在美国本土爆炸。一个开关。我们整理这些档案时注意到了一个规律，这些事件之间跨越了30年，它们发生在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情境、不同的技术条件下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，每一次都只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开关挡在人类文明和核灾难之间。截至2024年，全球仍有约12500枚核弹头，分属9个国家。这个文明的记录显示，他们知道这些武器的危险性，他们也知道这些险些发生过的事，但武器仍然存在。如果你正生活在那个时代，这些事情你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又改变了什么？